只需在每天起床和睡前轻松点击一个按钮， Notion 就能自动帮你计算睡眠时长。想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吗？那么绝对不要错过这支影片。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Furry Code 程序妖精的秘密花园。在本期使用 Notion 教学系列的第一集中，我会教大家如何用 Notion 自动计算每天的睡眠时长。我会先解释所需步骤和原理，然后进行实际演示，让大家跟着操作。步骤分为3步，分别是新建 database、设置 template 和设置 button。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 database 来储存相关的时间资讯，并利用公式去计算我们的睡眠时长。这个 database 将包含以下的这些属性，主要分成3类： Date、Relation 和 Formula。 日期、起床时间和睡觉时间为直观的储存当天的日期时间讯息，因此属性为 Date。 为了计算睡眠时长，我们需要找到昨天的记录，因此会使用 Relation 的属性。由于我们需要关联的记录都在同一个表格内，因此我们会使用自关联的属性，并启用双向关联。为什么是双向关联呢？因为如果是单向的话，当我们在今天的记录中填入昨天，昨天的记录中也会自动填入今天，这违反了逻辑。而在双向关联下，当我们在今天的记录中填入昨天，昨天记录中的明天就会是今天，这样才符合逻辑。睡眠时长则属性为 Formula， 计算公式为今天的起床时间减去昨晚的睡觉时间，这样就能清晰地记录并计算每天的睡眠时长。其次，我们需要设置记录的模板，将名称和日期设置为 Today， 这样当我们建立记录时，日期将自动填入，省去手动输入的麻烦。最后，我们需要新增2个 button， 并设置相应的逻辑。当我们点击第一个 button 起床了，它会在我们新建的 database 中新增今天的记录，并自动找到昨天的记录进行匹配，然后将当前时间记录为起床时间。当我们点击第2个 button 睡觉了，它会将当前时间记录为睡觉时间。如果睡觉时间在午夜12点之前，将记录在今天的记录中；若是在午夜12点之后，则记录在昨天的记录中。那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设置以上的步骤吧。首先，我们需要新建一个 database， 在 Notion 页面中输入-data， 选择 database full page， 为 database 取一个名称，我会设置为每日记录，把多余的 text 属性删除，新增一个 date 属性，取名为日期，复制一个新的属性，取名为起床时间，调整一下宽度，再复制一个新的属性，取名为睡觉时间，新增一个 relation 属性，选择每日记录，记得一定要剔选 separate directions 的选项，这样子才能建立双向关联。把名称改为昨天，点击 add relation。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新增了2个属性，把另一个的名称改为明天。我们再新增一个 formula 的属性，把它拖到明天的旁边，名称改为睡眠时长，调整一下宽度。公式方面，我们会用到 days between 的函数，输入起床时间、昨天的睡觉时间和 hours，
计算出两者的总小时差，后面加上小时的字样进行标注。我们直接把公式复制贴上，把 hours 改成 minutes， 再输入 %60， 计算总分钟差除以1小时60分钟的余数，后面加上分钟的字样进行标注。这样我们就设置好 database 啦。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 template 模板，点击 New 旁边的箭头，点击 New Template， 把名称和日期都设置为 Today。 新建 template 后，记得一定要再次点击 New 旁边的箭头，找到刚才设置的 template， 选择 Set as Default， 这样子新记录才会套用我们设置的模板。最后我们需要设置2个 button， 输入-button， 起名为起床了，为它设置一个闹钟的 icon， 点击 Add Action， 选择 Add Page to 每日记录。因为我们已经在模板中设置了名称，所以可以直接把 as name remove， 点击 Add Another Step， 选择 Edit Page in 每日记录，筛选条件为 Where name contains yesterday， 选择 Edit 明天， Add New Page Edit， 这样 Notion 就能找到昨天的记录，并和今天新建的记录进行匹配。点击 Add Another Step， 选择 Edit Page in 每日记录，筛选条件有2个，第一个是 Where name contains today， 第二个是 Where 起床时间 is empty， 选择 Edit 起床时间为 Now。 我们需要确保起床时间是空的才输入，以免误触 button 后把本来的记录给覆盖了。输入-button， 设置第2个 button 睡觉了，为它设置一个床的 icon， 点击 Add Action， 选择 Edit Page in 每日记录。我们需要设置3个筛选条件，第一个是 Where 睡觉时间 is empty， 第二个是 Where 起床时间 is not empty， 第三个是一个 filter group， Where name contains today or name contains yesterday， 选择 Edit 睡觉时间为 Now， 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无论是12点之前或者12点过后，我们的睡觉时间都会被正确填入在已经有起床时间但还没有睡觉时间的那天。那现在3个步骤都设置完毕，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效果。点击每日记录，把默认新加的3条空白记录删除掉。我们手动建立一条 yesterday 的记录，日期改为昨天，起床时间改为昨天的随便一个时间，睡觉时间也一样，可以设置为昨天的晚上11点。接下来我们回到主页，点击起床了。我们可以看到 database 中已经新增了今天的记录，也把当前的时间设置为了起床时间。它还自动帮我们把今天和昨天的记录匹配上，计算出了睡眠时长。我们回到主页，点击睡觉了，再回到每日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时间已经设置为了今天的睡觉时间。那这期的教学内容就全部讲解完毕了，恭喜你完成了本期的课程。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记录作息后的一些小心得。我本来是希望通过这些记录促使我调整生理时钟，过上更健康的生活，但结果呢，它完全没有用。我依然是一边勤恳恳的每天记录，一边过着颠三倒四的生活，但它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我发现它让我观察到我的作息背后的规律，例如我有段时间天天睡10个小时，
我发现是因为我想通过睡觉逃避非常苦恼的画画练习。还有段时间我天天睡6个小时，还神采飞扬。我发现是因为太阳很大，我被晒醒了。终其一生，我们都在不断探索着如何更好地认识自己，因此记录作息也许能让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生理节律，并帮助你找到更适合的生活方式。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有任何问题或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点个赞支持一下。若想学习更多 Notion 的实战技巧，请关注我。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